5月14日，马尔代夫发生了一起极为惨重的洞潜事故，5名意大利人潜入了一处60米深的水下洞穴，然后全部遇难。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在搜救的过程中，1名救援潜水员又不幸遇难，这使得该起事故成为世界洞潜史上单次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事故。目前5具遗体已经全被打捞出来，意大利罗马检察院也以过失杀人为方向对该起事故展开了调查。一般的事故我都是要等调查报告出来再讲，但考虑到这起事故的报告出来可能还要等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，再加上有很多朋友想看，所以我就根据现有的信息来稍微聊聊。事故的发生地是有着度假天堂之称的马尔代夫。马尔代夫是一个有上千个小岛组成的国家，其中瓦武环礁里的阿利马塔岛就是其中之一。该岛东南方500米处有一个水下洞穴，它有着多个名字，但大多数人都称其为鲨鱼洞。这是因为白天时洞内会栖息着大量鲨鱼。目前还没有该洞的准确地图，网上都是 AI 做的，我就综合各种描述自己画了一个精确的地图还要等一段时间。鲨鱼洞是一个海式洞穴，入口呈拱形，在水下55到60米深，洞口最宽15米，最高6米。进去以后是一个不规则大厅，简称第一洞厅，长约60米，最宽也是60米，最高14米。洞厅底部是一层厚厚的白色沙地。一洞这种环境在潜水中被称为 Cavern，意思就是洞穴入口附近可以看见洞口自然光的区域。再往里是一个长约30米、宽约3米的通道，走势大概为先弯曲向下，再向上，然后再向下。通道深度从61米到66米，底部跟第一洞厅一样，也是布满了灰白色的沙土。这里已经离开了自然光区域。之后是鲨鱼洞的第二洞厅，该厅最深处75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返回一洞的通道入口旁边还有一个向上的纵向岔洞，岔洞末端是一个小型空间。目前网上的信息说，这个岔洞是一条死胡同，而据其他进入过鲨鱼洞潜水员说，鲨鱼洞还有第3个洞厅，且空间更大更深，整个洞穴长度近260米，最深78米。如果他们的描述准确的话，那这条岔洞就不是第3洞厅，而是鲨鱼洞的众多岔洞里的一只。不过第3洞厅在本期事故中并不重要所以我们就不多讲了。根据马尔代夫的规定，超过30米深的潜水是不允许的，尤其是洞潜，除非得到了批准。这个规定除了安全考虑外，主要还是因为当地缺乏资金，缺少技术潜水员，缺少洞穴打捞经验和洞潜的相关设备，比如他们几乎没有氦气，只有极个别医院有减压舱等等。这也是本起事故会出现次生事故的主要原因。2026年5月14日，一艘名为约克公爵号的豪华游艇来到了鲨鱼洞附近。该船主要为游客提供住宿和潜水服务也就是船宿。当时船上共有25人，基本都是意大利人，有5人正做着潜水前的最后准备工作，其中有4人都来自意大利热那亚大学。领头的是该校海洋生态学副教授莫妮卡，52岁，然后是他的女儿乔治亚，他的同事兼助理穆里尔，他的前学生费德里克。第5位叫詹卢卡，44岁，他是该次潜水活动的向导，同时也是约克公爵号的运营经理。其实还有第6个人，也是副教授的一名女学生，但不知为何他在潜水前临时决定退出，而这个决定也救了他一命。大概在中午11点左右，5人开始下水。这5人用的都是休闲潜水装备，他们每人仅背了一瓶12升的普通压缩空气，而不是更适合的3混气体。向导多带了一瓶作为备用至于备用瓶里是空气还是高氧气还不确定。还有消息称他们5人只有3盏灯，我看到这个说法时是有点怀疑的，否则他们的行为就已经不能用鲁莽来形容了。他们原计划只潜1个小时左右，可没想到1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几人还是没有上来。等到下午1点多时，船上的人感觉不妙，最后他们在下午1点45分报了警。马尔代夫海岸警卫队以及军方立刻赶往现场搜救，他们是直奔洞穴搜索的。很明显搜救队已经问过了这5人的同伴。下午6点13分，救援潜水员在第一洞穴靠近连接通道的区域找到了第1具遗体。经确认，这具遗体是5人中的向导詹卢卡，他背的12升气瓶以及备用瓶全部空掉，从这基本可以确认他应该是气体耗尽后窒息身亡。之后救援队穿过连接通道前往2洞搜寻其他人，结果一无所获。搜寻期间还发生了另一起不幸事故，军方搜救潜水员穆罕默德·马胡迪在返回甲板后出现了减压病症状，他立刻被送往马累 ADK 医院，但最后不治身亡。这也使得该起事故的总死亡人数由5人变成了6人。救援潜水员的死让马尔代夫军方遭到了很多批评，
总结下就是他们的救援经验不足，人手不足，设备不足，指挥不专业。随后马尔代夫以天气恶劣为由宣布暂停搜索，并认定另外4具遗体在第3洞厅内。从搜救队直奔洞穴寻找，以及他们断定另外4人在第3洞证明，这5人的潜水计划就是进入鲨鱼洞探索，不存在什么误入、水流吸入一说。因为搜救队肯定是先问了船上的人，比如临时退出的女生。其实看一下洞穴图就会发现，误入和水流吸入一说根本就不太可能。很明显5人就是冲着2洞去的。而且芬兰潜水领队萨米也在采访时反驳过水流说，在暂停搜救期间，关于责任的舆论战也开始了。遇难者莫妮卡的丈夫称，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潜水员，平时非常谨慎，绝不可能会做出鲁莽的决定。马尔代夫官方则称，这些人没有申请，他们违反了禁止超过30米潜水深度的规定。热那亚大学也发布声明说，这次潜水并非学校科学考察计划的一部分，他们是以个人身份进行的。约克公爵号的运营商代表律师称，这5人没有1人持有完整的洞穴潜水证书。对于这次洞穴潜水，我们毫不知情，也绝不会批准这项活动。各种说法总结下就是，这次潜水超出了大学和当地政府授权的项目范围，也超出了旅行社的运营能力，这是他们的个人行为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但提供传输的约克公爵号目前已被马尔代夫暂停了运营。在网络上激烈讨论的时候，意大利则在联系专业的洞潜团队支援。在Dan Europe 的组织下，来自芬兰的萨米、帕特里克、珍妮以及Dan团队开始前往马尔代夫。这几位洞潜大佬在我之前的视频里也经常出现。5月17日，他们抵达马尔代夫。当时他们只有非常简单的一张洞穴草图，就是大家看到的这张，可以说很不准确。但5月18日早上8点半，搜寻还是开始了。潜入第2洞后，他们发现沙地上有潜水员脚蹼踢洞留下的痕迹，其中有一组引向了一条未知岔洞，而那条通道并不是出去的路。萨米等人赶快进入里面搜寻，深入几十米后，他们在一个大约2-3米范围的小空间内找到了另外4具遗体，有3具沉在底部，另有1具漂在顶部。5月19日到20日，芬兰人将4具遗体相继打捞上岸，同时还有他们的潜水装备和 GoPro 相机。5月23日，遇难的遗体被运回意大利，目前尸检和毒理学检查已经完成。最可信的死因假设为窒息和溺水，而意大利罗马检察院也已经以过失杀人为方向对该起事故立案调查。上面就是截止到5月29日关于该潜水事故的信息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推测一下这5人的遇难经过。注意只是我的推测。这5人进入第1洞厅没多久，就开始沿着连接通道前往2洞。据一些进过该洞的潜水员讲，鲨鱼洞内只有这个30米长的连接通道，有一条其他潜水员布置的永久引绳，1洞和2洞是没有的。而这5个人大概率也是没有带引绳的，一是打捞时芬兰潜水员没有发现，二是这个也很容易推测出来，因为除了向导带了备用气体外，他们每人都只带了一瓶12升的普通压缩空气。如果不考虑淡醉、氧中毒等问题，他们其实只能在60米的深度最多停留10分钟左右，也就是5分钟内从1洞进入2洞，然后5分钟内再出来这还是在理论状态下。而鲨鱼洞的最大深度达到了70多米，如果因为紧张、恐慌或动作加剧导致呼吸频率加快的话，那他们实际可停留的时间还会更短。所以这5人根本没有时间去布置引绳。不幸的是，他们从2洞出去时，引绳的作用却凸显了出来因为意外发生了。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洞穴图从2洞返回1洞的这个通道入口是斜向上的，出口垂落的石头与底部的沙土组合在一起很像是一个屋檐状结构。再加上他们人数太多，洞潜经验不足，进来时肯定会搅动泥沙，导致出口的能见度降低。所以当他们望向洞口时，视觉会被误导，会误以为那里不是洞口，而只是一堵墙。那如何预防这种情况发生呢？其实他们从进2洞的那一刻就应该对回去的通道口做好标示，比如布置好引绳等没有带引导绳的话，也可以像视频里的潜水员一样，把备用灯放在通道口做灯光指引，又或者是留一名同伴在那里总之方法很多，但这5人显然都没有做，所以他们就误将旁边的岔洞口当成了出去的路。大家看到的视频就是这个岔洞的真实画面，这是一名俄罗斯潜水员之前拍摄的，灯光处是正确的出路，潜水员进去的则是那条岔洞岔洞口确实更明显一些。5人在岔洞里游了一会儿后，开始发现有点不对，因为这里好像是一条死胡同，再加上他们的气体即将耗尽，几人立刻恐慌起来。而恐慌除了会导致他们失去理智、失去判断力外，还会进一步加剧他们气体的消耗速度，
这5人很可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耗尽了剩余的气体，而向导詹卢卡可能是因为多带了一瓶备用气，所以他有更多时间返回2洞，然后成功找到了出去的路。但可惜的是，或许在寻找出口的过程中耗费了太多时间，再加上极度恐慌，导致他刚游到1洞就耗尽了所有气体。所以就算他们每人都带了2瓶气大概率也会出事，因为导致他们遇难的直接原因是迷路，根本原因是就不该进去。这是目前对于5人遇难过程的主流看法，我觉得也是比较符合逻辑的。真实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区别，但整体过程应该相差不大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那如果没有迷路的话，他们能出来吗？我觉得应该可以，毕竟他们的向导以前就这么做过。但是洞潜是一项容错率非常低的极限运动，你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去赌运气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至于本起事故里5人都犯了哪些错，从目前的信息来看，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很离谱，但向导这个最大责任应该是跑不了的。团队潜水看的是下限而非上限，队伍中就算90%的人都是洞潜大佬，可只要有1人不满足要求，那这洞潜就不应该进行。因为这起事故还在调查中，责任的问题肯定会公布，所以咱就不多说了，一切等报告出来再细聊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